嗨，大家好。上个视频呢，我在骑行中原本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既然到了香港，到了中环，既然去访问了朋友的诊所，所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做牙医的情况，尤其是作为开业牙医诊所他们的方方面面。首先想到呢，可以称之为中环价格的牙科诊所的收费这样的话题呢，在我们的牙医圈子，尤其是在广东省内的同行们中间都会时不时引起的一些交流。我相信呢，牙医制定的价格不但是跟牙医自己的价值体现有关作为民众，尤其是在你成为牙科病人的那一刻谁都希望了解牙科诊所的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在自己负担的能力的可及范围，进而呢也很好奇牙医他到底以什么样的依据来定一个价。对于普通的民众，任何的服务性价格呢都是左右着大家的消费支出，也影响到大家从自己的钱包当中是否爽快的去掏钱。为什么包括广东省内的广大的牙医们会对香港的牙医诊所的定价收费那么感兴趣呢？原因呢就在于香港呢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它的医疗体系呢也迎合市场经济的准则，除了它的专业性之外呢，它跟满街的其他的服务性行业那些店铺的经营并无差别所以在香港经营牙科诊所和经营任何的一门生意并无二致，或者干脆说，市面上行业中本来就有 dental business 牙科生意这个专用的名词，所以呢，无论是医生自己亦或是广大的民众没有人会因为说到医疗做到牙科生意设病。大家呢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最重要就是你怎么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医生，而且呢，根据多年的社会给你的熏陶，普通人呢也早就遵循这种医疗的准则，而且呢，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去找一家长期靠得住的全科牙医诊所，并且呢，成为他的长期的病人。平时呢，经常听从牙医的建议做一些定期的检查、保养、预防保健那么在需要对某些突发的牙病进行治疗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接受牙医的建议，或者呢听从全科牙医的推荐，去找一位技术上更过硬、专业性更强的牙医来解决你的更加复杂的问题。那牙医呢，他自己开设一间面朝社区，根据他自己的能力，根据他自己善于和哪一方面的人相处，甚至有时候会讲什么样的语言，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受到的更多的专业培训，使他具备的更优良的资质。但更关键的呢，是他根据自己的考察，他愿意在哪一个地方来租一间房间，开设他的诊所。那很显然，如果开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带的高档的商厦里面，而在一个普通的社区里面，很显然它的房租、它的管理费用，并且呢，它面向的客人的定位、病人的需要等等呢，都是大不相同，甚至呢相去甚远。而每一位医生呢，不管你在哪里开业都有他自己的理由，那不外乎呢自己的愿望，为什么样的社区、哪一部分人群来提供他自己擅长的医疗服务。同时呢，他要对自己的经营有一个目标，因为医生也跟普通人一样都需要有合理的价值体现、专业的回报，来对美好生活的合理的追求。那显而易见商业畅旺地段因为租金贵、运营费用贵，请的人恐怕也要支付更多一点的人工，而且诊所的设计、装修、采用的设备也要与这种地区民众的要求相一致所以说呢，开设一间牙科诊所，牙医对他的医疗服务的定价受到他开业的地点，具体说呢，就是他支付的场地的租金、聘请员工的薪水、采购的设备这些的不同而产生价格的不同。而这一块呢，是牙科医疗价格的一个变量但是基本上这部分的定价的不同，并不意味着牙科医生价值体现的好坏多少，因为这些呢都是受外部因素影响所致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说，在一个高档的商业街区开设诊所，定的价高于普通社区定的价呢，就觉得这个医生定的价太高，甚至怀疑这个医生谋取某种暴利啊，外行才有的想法啊。但是牙科诊所定价呢，真正的核心部分，并不是因为它的环境的变化、设备的费用等等啊。而更重要的呢，是取决于牙医在诊疗过程当中的专业性。越是专业的治疗，越是需要牙医经年累月不断学习才能掌握的技术，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面对相当的风险，并且呢，能够通过牙医的全力的治疗，确保良好预后治疗效果的那些诊疗项目啊，才是牙医必须要定高价的诊疗项目。打一个比方，如果你在香港的新界，牙医为你做一个必须在全身健康状态评估确认以后，通过打麻药，有时候呢在基础全麻过程当中施行的一个复杂的拔牙，比方说一个智慧齿的拔除，几乎任何一间私立诊所的收费啊，都在数千到接近1万港币这样的价格。而对于习惯了中国的公立医院拔牙区几百块，那当然现在也因为增加了很多的辅助的医疗设备，比方说通过超声骨刀，通过无需拆线的缝线的缝合，以及其他的一些名堂，使得最终拔牙的收费呢也可以去到几千块。但在香港拔一个智慧齿要花费数千乃至上万港币，这其中呢并不完全是因为医生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劳心劳力和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诊疗，而更多的呢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的行为，而且对医生的技术能力乃至他的医德层面都是一种拷问。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尤其是可能这些病人都是跟着你很久的接受你牙齿健康管理多年的老病人老朋友，你在给他的牙齿，尤其是那些复杂牙齿拔除的时候呢，你要确保自己的能力所及，要确保实施的质量和你承诺的一致，否则就可能会破坏你在病人当中好不容易形成的这种信赖关系，说不定病人就会离你而去啊。所以香港牙医制定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大陆地区医院的定价，并不意味着呢香港的医生是谋取暴利，而恰恰呢是反映着医疗的本质。因为对人而言啊，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人的身体健康更为昂贵。那反过来说，病人如果需要支付一大笔的费用，为自己的身体、为解决身体某一部分的病患买单，那其实呢，买回来的是一个教训，得到的呢，可能是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怎么去避免重蹈覆辙，无需再去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而这些呢，恰恰就是你的全科医生的责任，他就在平时对你的牙齿管理的过程当中，以一个相对经济的费用，让你获得长期健康的效果，那么也就尽可能的避免你在出现那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会有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我们再来看看在香港中环行医的牙医，他们诊所的收费啊，很显然他们肯定要在其他地区的基础上啊增加更多的成本，那他们的这个定价显然要高过其他地区的牙医的定价。但是这些附加的费用啊，并非就是牙医所得啊。牙医呢，还是会根据他的专业的技能、他的职业的回报率，他以往几十年不断学习他的价值体现啊，应该得到的酬劳。不管你是在中环，还是在新界，还是在其他地方，只要在一个老百姓认同医疗体系或者医疗的价值体现的地方呢，你定的价只要有病人来帮衬，并且那些病人长期跟着你，都是一个合理的定价。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随意的聊聊啊，牙医靠什么来定价？为什么有些地区的牙医他定价定得那么高，而有些地区呢，他会定得更合理一些？其实呢，他从核心定价来讲，
任何一位牙医，他对于专业价值体现的那部分，其实都是一致的，不会因为你在一个普通的社区，还是你在一个 CBD 的商业街区高档写字楼里面，而更多呢考虑是技术的难易程度、专业的成分、治疗的风险等等方面，而具有差异的部分呢，恰恰是那些地段不同、承受的成本不同，也就是说，那部分的定价是根据经营成本而定的。如果说去掉这部分的经营成本，我相信在香港地区，不管是哪一位牙医，他都会定一个符合自己专业价值的价格。同时呢，在长期的诊疗过程当中，和自己的病人形成共识，相互的认同，只要存在就是道理。所以虽然呢，在香港也有很多人抱怨看牙太贵，是的，看牙病一定是贵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贵，因为这是医生经年累月好不容易形成的专业的资质，这是专业人士，尤其是医疗专业人士必须得到的价值体现。这个你只要是去浏览一下任何一个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每年它的收入排行榜前10名的基本上都是各类医生。而病人省钱的办法，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一位能够和自己长期相处，时不时给予你指点，提供更多的健康保健，让你的牙齿在你的一生当中都不出现大的问题，不但让你省钱，更让你能够享受美食，高效的获取营养，你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就要为有可能面临的高额的医疗账单买单。所以当年在广东省内牙医这个圈子里面讨论香港的牙医的中环价格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牙医并没有明白为什么香港的牙医可以定价定得比较高，而且全凭他们自己的一双手，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的发挥。越是需要医生一双专业的手亲力亲为的，越是需要考验医生专业知识积累的，越是需要医生常年继续教育，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对新技术的把控，只是能够达到更好的诊疗效果的能力。换言之，越是需要让医生劳心劳力的，越是需要医生精雕细琢的，越是能够确保长期疗效和治疗效果的，越是有医疗风险需要医生有更强的专业知识储备给予规避的，都是牙科诊所定价的基准。而这些呢，也是让普通民众，让那些对医疗一知半解的人士心存疑虑，甚至有时候难以接受的定价的原则。我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香港医生的对于诊金的定价的原则和一些基础，以及这些价格大致反映在哪一些层面，跟大家做了一个粗浅的分享。我相信呢，就这么泛泛一谈是没有办法打消大家对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不解。那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还会根据更多的案例，或者根据大家具体的一些疑问，再来做更多的讲解和说明，看看经过我更多次的和大家的分享，能不能使大家的认识多多少少有所转变。但我要声明，我毫无想要改变大家这方面认识的想法仅仅作为一般的交流。好了，今天分享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留待下一期继续针对大家对牙科医疗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疑虑，甚至呢是一些不满，来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